我有一個醫生朋友，年薪30萬，本該今年應該可以升職加薪到年薪50萬，結果呢，前些日子哭哭啼啼的，然後來找我去訴苦啊，說男人這拼到就一輩子啊，拼到最後拼的都不是自己有多少本事，是他跟我說的。他說拼的好和壞都在自己的老婆身上。如果你找对了老婆，兄弟，咱真的是会少走10年弯路。但如果说你选錯了，你一輩子你也翻不了身，不但你翻不了身，你孩子也翻不了身啊。他说，兄弟，你可能還沒有結婚，你一定要听哥跟你唠叨唠叨。其實男人這輩子如果真的想有一個什麼樣好的結果，或者說要過得比別人就是稍微強一點，或者日子過得比較好一點，家庭比較和睦一點，你知道應該比的是啥不？那我就說，我說我又沒結婚，我不知道，你给我講一講吧。他說，第一個，生個好家，有個好爹，長在好的家庭裡邊，這個得看命，得看投胎啊，咱改變不了，對吧？那第二個呢是什麼？討一個好老婆。討一個好老婆是什麼？命改不了，但是討一個好老婆，這叫運吶，運咱們可是改得了的呀，對吧？你命咱出生在哪兒，咱得認，對吧？咱爹是誰，咱得認啊。但是呢，這個我們可以通過找一個好的老婆去改變自己的運啊。這是他跟我說的原話啊。他說，即使你可能沒有就是一個好的家庭，但是呢，你恰巧可能就找到了一個通情達理，然後又忠又孝的這麼一個好老婆，就是你同樣會把你的日子會過得非常好，家庭會過得非常的和睦啊，也會就是財富積累的也會非常的完善。我這個人哈就天生比較八卦嘛哈，然後我就說，那你詳細講講唄，老哥，給老弟傳授一點經驗。他說，你有沒有聽說過老一輩人講過的一句話啊？這種說法呢叫做娶個好老婆旺3代，找個不好的老婆呢是毀3代。我說我確實聽到過，但是我不太信。他說你別不信啊，他說我身邊太多人哈，我都見過了很多人，這種結了婚又離婚，離了婚又結婚，來來復復的啊。這些人他說其實他們的腦子並不笨，學歷呢也很高，就是也不懶，也挺認幹的，也不缺什麼機會。最後呢找了一個拖後腿的老婆。他說你別不信，兄弟啊，你還沒有結婚，我和你說這個事兒啊，它不是危言聳聽，也不是我在這兒虛張聲勢，就是因為哈，這個一個人他就能把一個本來能夠成大事的一個人給拖到死啊。他一開始我還不怎麼理解啊，他說我跟你講哈，我感覺就是非常可惜啊。他說你知道今年我為什麼那個年薪本該到50萬，結果呢還是30萬，沒有上去嘛，結果沒有競聘上嘛？我不知道啊。他說為什麼說不是危言聳聽呢？他說本来我今年啊是從科室的副主任可能能升到科室的主任競聘已經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只是要走個流程啊，因為各方面工作完成都不錯啊，学歷呢比普通人也高一點，可能这個機會就提前來到了我身上。他說這個機會啊就擺明的就應該是他的，只是要答個辯就完事了，坐在大家面前答個辯。結果呢哈，他說在這個競選答辯的前一天晚上，他老婆又跟他鬧。怎麼鬧的呢哈？說他晚上回來的太晚了，明明你說在醫院裡上班，他能不回來的晚嗎？加班是吧？他說明明你答應我今天晚上去吃燒烤的，結果因為工作的原因你遲到了，你晚了，我们沒有吃成，我還沒有吃飯。但他就說了一句，就他跟他老婆說，他說我就說了一句，我明天要答辯，我要競聘啊，我確實有點忙，等我完事之後，然後確診好了，然後我再陪你去吃。結果他老婆他說立馬說，明明是你先答應我的，結果你現在出尔反爾，難道工作就比我重要嗎？啊，你把工作放第一，那我放哪兒呢？能過，不能過就離，就是哭着喊着，就是受不了了，就这種感覺。他說他連哄，就是哄他老婆嘛，哄到了凌晨的4點多。第二天早上起來呢，答辯，整個人都是垮掉的，渾渾噩噩，一點精神都沒有，腦子都不知道想什麼啊，準備的東西就一個字都沒講出來，該講的一個字都沒講出來，不該講的呢胡說了一大頓，講錯了之後呢又想起來，當場又想起來昨天晚上和老婆吵架，因為這事吵架更崩潰了，精神直接崩潰了，直接就放棄了這個競聘。他說還不夠丟人的呢，而且他說這個事啊也不止一次我就忍了，也不止一次，每次都是這個有事的時候啊，或者說準備去幹點啥的，或者說往上衝一衝的時候
就是他說他家裡呢指定會有点這事那事，要不就他鬧情緒，要不就家裡鬧情緒，要不就提离婚，要不就是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一點小事沒完沒了，磨磨唧唧，影響他的情緒，影響他的工作等到他說他把家裡的這些破事小事爛事給擺平之後呢或者說安慰好老婆之後，安慰好家裡之後，安頓好家裡之後，機會呢早就沒了。他跟我說，兄弟，我現在是他媽認命了，我一輩子也就他媽這德行了，我認了，我不認都不行，我也不想幹啥了，我也不想進步了，我這輩子就這樣可以了，混着等死。就是我听完之後其實就是按照我的理解我感覺他是能夠走很遠的，我不知道各位怎麼認為我感覺他的能力是可以走很遠的。有時候你有沒有想過，就是因為就是一个人，你無論是多麼優秀，或者說無論是多麼的笨，其實你能走多遠，你能夠幹多大的事，你能夠賺多少錢，他現在已經不單純是看你自己能力有多強有多弱，在具備這個能力的一個同時我認為還要看你身邊的這個人，真的是這樣他是支持你或者說貶低你包容你，或者說鼓勵你，還是埋汰你還是每天都在就是消耗你的情緒，消耗你的價值，消耗你的感情能消耗你多少能量，對吧？那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呢，實際上其實我能，雖然我沒結過婚但是我能感同身受。我認為是很多男人都是非常無奈的我不知道面前的哥們們兄弟們你們是不是這種感覺，非常的無奈。但是呢，自己選的老婆，自己又非常不捨得離婚，自己又愛自己的老婆，是吧？好像這個女人就是她就嫁給我了，對不對？我就要對她負責，我就應該去承擔她的脾氣，承擔她的任性，包容她的任性，或者包容她的很多方式，對不對？或者說呢，她的方式就是就是特別有很多特別多的男人為什麼說在網上看到回家了之後坐在車庫坐在車上不想上樓，其實他真的是感覺回家比上班都他媽累。其實我是能理解的我真正能理解。我是從19年出來自己做生意的就是滿打滿算7年的時間。我第一個出來做生意的時候，第一個反對的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家裡人。他們問我虧了怎麼辦，誰幫你還債，咱普通家庭可虧不起這就我家裡說的。到現在呢我創業這7、8年的時間，其實我遇到的這個過程當中最大的阻礙和我就是一開始家裡的這些阻礙一比，那就不叫事兒。我現在把這個東西當成自己的動力，有阻礙了我就想想家裡一開始創業的時候阻礙，那都不叫事兒了。真的是這樣。說到這兒我想起一個就是更現實的一個情況就是我有一個戰友，他的學歷呢很好很棒就是好像是當時是211家庭也很好，長得人也挺帥的，領導呢也非常器重他，他在上班，在那個帽子叔叔那上班，對吧？這工作應該很好吧，這我感覺非常不錯了。就是我入伍的時候就是一直到現在從入伍認識他一直到現在，我對他的感覺就是一直挺好的結果呢，今年聚會的時候我也是聽說旁邊的人聽說，他說他找了一個老婆，他一去加班不行，你得陪我他一出去應酬，他老婆就說你外屋又回來這麼晚，今又不回來，外面有人了。要是出去努力工作，他就說你陪我的時間這麼少是努力工作也不行，幹這也不行，應酬也不行，加班也不行，今天生氣明天冷戰，後天打仗，大後天離婚，大後天哄好，來來回回一年到頭都這個樣我聽說因為這個事他錯過了好幾次升職的機會，本該不應該在那個位置了，但現在呢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是吧？這其實我們回頭想一想是他不行嗎？根本就不是他不行，是他根本就沒有機會行就能理解這個意思，沒有機會行。其實我這個戰友和我這個剛才講的那個朋友，這兩個人他們真的是輸在了能力上嗎？其實我也感覺挺有意思，都出現在我的身邊。你感覺能力不行嗎？不是的，其實就是他們輸在了自己選擇隊友上面，找到了一個這種拖後腿的隊友的時候，那麼這個伴侶呢，他也並不是就是一棒子把你打死，他會利用你每一個這種時間的節點，用以愛的名義把你往後拖拽那麼一點點，真的是這樣。那麼拽一點那無所謂對不對？補上來就行了。那拽10次拽20次拽30次一輩子都在拽，那徹底完蛋了，那徹底不行了，是不是？那就是因為這就是為什麼有些男人
這有些男人真正成了事之後，做了很大的企業，挣了很多錢，事業做得很大，他宁可把自己的財產全部給老婆，或者說給一大半，多數給老婆啊，或者說全部給你都行，也要去離婚的原因。各位能理解了吗？真的是這樣哈。當然，如果是女生，你不要噴我，也不要罵我，你聽我講完，我還沒有講完，好吧？那這個時候呢，我認為往往不是因為这種纯的这种因為愛情，或者說因為啥導致變得啥樣，是這樣的，不是這樣，是真的扛不住了，心態扛不住了，心裡憔悴了我聽就是我身邊這些人的這些事情我認為找老婆其實很多時候沒必要那麼複雜，就看2點就可以了，篩選2個標準就可以了，多了也沒有用，多了都是累赘。要麼你幫我，咱倆一起幹點啥，把這個事業做好，把這個錢掙得更多，生活過得更好，日子過得更好。要麼你啥也不幹，我自己去幹，你在家裡把家照顧好，你純享受就可以了。但是你要给我提供相应的情緒價值，然後呢，你讓我能夠拼命的去為你幹活，這也算是一種智慧的女人回家之後呢，你可以讓我感到溫馨，感覺到我的家庭幸福美滿，家庭和諧，那這個也可以，沒有任何問題。所以說就是你出生在什麼樣的家庭你改變不了，對吧？但是你要知道，你能夠找一個好的伴侶，就直接能夠決定你的下半輩子到底活成什麼樣子。真的是這樣，就男人拼了一輩子，拼到最後拼的都是就是不是你自己我有多少本事，我有多麼厲害，我有多少人瞧得起，不是，因為在你拼搏的這個過程當中，你的精力、體力、心力還有這些腦力都已經達到了一個極限，否則你也不可能成功，对吧？尤其是體力和精力到達極限，那你拼的好和壞，那就在你老婆身上了。如果說你找对了，那咱就少走好幾十年彎路嘛，对吧？我現在也明白了。那如果說你找錯了，你一輩子也翻不了身，而且連累的你兒子也翻不了身，那一輩連一輩都是串聯的，对吧？也就是呢，你比方說你累了再說就是一個女人，就是再說最後一個一個女人你找老公也是一樣的跟上面的準則是大差不差的，你也是按照這種標準去選擇你的老公，你也會過得非常好。所以說我說就是如果說你是女生的話，你也沒必要噴我，因為我這個人對感情觀都是兩者都是相互的，沒有偏向於哪一端。男生是這樣，女生更應該如此不管怎麼樣，陌生人祝你越來越好。